中国无人水下猎手高调曝光。不过，台湾有必要为此表示担心吗？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资格。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最近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有一篇报道引起了台湾有关方面的关注，当然日本方面也有关注。这个报道称呢，说中国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有一篇论文最近被部分解密公开了。估计呢，官方故意解密这个论文呢，就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一下力量，威慑潜在对手。那么论文的具体内容是讲，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研究无人战斗潜艇，到了2010年进行了开放水域的模拟攻击实验。实验中，无人潜艇在完全自主情况下，没有遥控情况下，在巡逻海域对出现的各种水声接触进行识别，然后呢，通过这个人工智能自行过滤噪声，排除无关接触，找到了模拟的敌方潜艇的目标之后，发射鱼雷进行了攻击，并且命中了目标。另外呢，论文说这种潜艇的变体可以蛰伏在海底，对经过的目标进行攻击。俄罗斯媒体判断呢，这个实验的海域应该是在台海，所以台湾对这个新闻挺关注的。其实呢，水下这种独立的无人作战平台啊，以前就有过。自主识别目标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比如很早就有的鱼水雷是布设在海底的。那么它布设之后，通过声纳系统对过往船只进行监听，一旦发现过往船只的这个声纹特征符合预定目标，那就开火打吧，然后把这个鱼雷就放出来，鱼雷进行攻击。有时候呢，还有次数要求用来对付敌人的扫雷舰艇，比如说扫雷舰艇刚刚经过的时候，这个声纹特征经过1次2次通过，它不打，经过了多少次之后，规定好数字，到这个数字，比如说通过第4次、通过第5次的时候，我突然开火，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就是说你扫过的海域仍然有威胁。那么中国这个呢，就比鱼水雷要复杂一些了，它不是部署完了以后就停在原地，而是要预先设定巡逻路线进行巡逻。有了这个预设巡逻的区啊，那么警戒范围、打击范围当然就大多了，能够封锁更大的海域。而且呢，鱼水雷只是1枚鱼雷而已，这种无人潜艇可以携带多枚鱼雷进行多次攻击。2010年啊，如果说是实现鱼水雷这个自主攻击水平，对中国当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现在解密信息说的是什么？中国正在让这些无人水下潜艇自主形成编队进行配合，这个要求就不是一般的高了，因为水下配合从来都比地面空中的配合难得很多。配合呢就需要通讯，通讯就容易暴露。对潜艇来讲啊，跟飞机、跟水面舰艇实时通讯都非常难，需要关键的一些窗口和位置才能保证通讯。而潜艇之间呢，只能靠水声通讯。水声通讯呢，要保证保密性、隐蔽性，就特别麻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布的论文啊，哈工程主管这个项目的教授呢，恰好就是专攻水声领域，还有深海潜航器的，似乎已经在说明我们在水下的潜艇组网和大深度作战领域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无人潜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多次发起攻击的自航水雷，通过柴油机、电池，航程可以相当远。这些无人艇群撒出去之后，作战范围可能远远不光是台海这么小的面积，而是有可能把整个作战范围扩大到半个太平洋或者是印度洋。那么考虑到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呀，这个打击手段呢，就是美军潜艇携带的这个大量的巡航导弹，在远离我们的这个海域，比如说1500公里以上，对我们进行这种分布式打击。那么我们使用无人艇群，以人工智能和组网能力相控制，也可以对很大范围的海域进行大范围、长时间的连续监控。这个作战价值呢，可能就正好用来对付美军潜艇的作战特点的。至于说台湾呢，他们想的有点太多了。台湾的舰艇和潜艇对解放军来讲都是老弱病残，用岸基力量和航空手段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消除威胁，用潜艇对付他们呢，都太浪费时间。所以台湾海军根本不用考虑大陆的无人潜艇威胁，只要是暂时不上船，对台湾海军来讲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好，关于中国的无人潜艇的作战使用，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